哦，经过肩胛骨，我们做这样子出嘛，是不是这样？你不要光是这个手出，不要光这个手出，这个手出了之后呢，你看哈，这个手推出去的力量不要回来，脊椎往这边转，就好像那个线轴啊，线拉出去了，这个轴再卷回来，你这条线就更紧了，是吧？然后你这个线卷回来，你这个现在的右手哈沉下去，我这个线卷回来的时候给这个手了，这个力量给我的右手到手指尖，然后我这个右手的力量呢贴到手肘，又给它了，这样不懂？所以这两只手之间有一个这个力量，形成一个力量。所以你不要推出去腰没转，就是你推出去这个轴是松的，这个轴里的线是松的，所以你这只手再怎么推你也卷不紧啊！你这个手推出去，腰一转，你看这个沉下去。腰一转，你这个腰能够转得越过来，你这根筋拉的就越紧啊！可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目标是，你现在的对手是你的目标嘛，所以我们不要转的太多，我们转的就以你的对手，你在走圈的时候呢，它就是圆心，以这个为准，所以我的转动是以圆心为准。这样，所以两个手的关系，你看，所以我这个手要出的时候啊，它这个力量啊已经续住了。我要换的时候，其实我后手的力量就已经续住了，我只是腰一动，我让它走而已，续住啊。所以我要换的时候呢，我只让它走，让它继续走到这边，我是拉住它续着。让它走，我后手走，前手不要回。这个，所以两个手之间的力量是这样子的，两个手中间的力量是这样子的，它是这样子的，这样不懂？所以两只手不是分开的啊，两只手是在一个力线上面。透过你的肩胛，透过腰的旋转，把它们结合在一个力上面。所以你的后手的这个上臂啊，要尽量往你的肋靠压你的肋，沉下来压你的肋，从这个肋骨这边你看往外推，从这边推，这边是很紧的。也就是说，你这两只手都要尽量什么？尽量往你的中轴靠拢，往你的中轴卷进，靠拢。所以八卦在走掌的时候，它不是这样子的，啊，这个没有拧，没有中央力量，太极拳是这样子的，八卦不是，八卦是这样子的。八卦力量是这样，八卦力量是中央这样出，它是这样出去的，所以八卦拳是什么？八卦拳是圆心到圆周，它是半径的那个力量。太极拳是什么？太极拳是圆周的力量，太极拳是圆心跟圆周的关系。八卦拳是圆心跟半径的关系，那他们这个之间都离不了，因为你圆心跟圆周的关系中间离不开半径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没有半径就没有圆周啊，但是它的半径是藏在里面的。八卦是圆心跟半径的关系，可是你有了半径以后，你在动的时候，那个半径。不同的半径就形成了那个圆周了，
因为圆周的形成跟半径的形成，它们是不同的，怎么讲？是不同的状态，所以要把它分开练。所以我说八卦拳跟太极拳是道家系统的两端，一端是太极，一端是八卦。他们很多地方是相反的，很多地方是相反的。一个是有为法，一个是无为法。八卦是有为法，它是有为法的最难做的、最严格的。你把有为法做到极致了以后，丢掉，你才能去走无为法。所以追求在我们来讲，追求太极的那个东西啊，那个大道是从哪边开始？从八卦开始。八卦是有形有相的，有形有质的，从我们可以看到、摸到，可以模仿、可以学习的东西，从那个东西开始往太极走去探索它。等到你这个建立起来了以后，你探索到了以后，把这些丢掉了，你可以根据前面的这个的心得跟探索跟形成的条件，再从太极出来。所以八卦到太极之间的这种探索跟追寻是这样子一个路的，不是八卦紧就一直到紧，一直这样子。太极不是一开始就从太极出来，不行的，不行的，没有那个条件。晓得吗？所以我们练这些东西我们有时候练八卦，有时候练太极嘛。练八卦就要根据八卦的要领，练太极就要根据太极的要领。能够把这两个分清楚了，在我们身体上的表现，怎么样把这两个东西分清楚？很多东西你就懂了，从紧到松，从圆周到半径，就一个圆是怎么形成的，一个圆是怎么形成的，你才懂。所以这个的紧，八卦一开始在练这个的时候，这个东西的紧拉开，这个东西它要你一直走，你一直走，你拉紧了这个东西，它就一直在松开，一直松开，松开。听不懂？这是他的第一课，第一功。所以为什么走掌要走很久？因为它很多的阶段，它在把我们的身体不同的地方慢慢放开。你只有这些东西放开了，你后面从太极出来，你才有那个足够的空间。就你的半径如果很紧的话，你那个圆周是不会动的。这样有没有懂？你如果是一个固定的半径嘛，你如果是一个固定的半径很紧嘛，你画的圆周是不是都一样的？都一样的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如果这个圆周是一条铁链呢，我这个圆周如果是有弹性的，是可伸缩的，那我画出来的圆周它是不是就在变化了？这样不懂？所以太极不是一个固定的圆，太极是一个变化的圆，它是一个变化的圆。变化的圆不是从圆上面来变化，变化的圆是从半径上来变化。你从圆上面来变化，就变成有凹有凸了嘛？
你从圆周来变化这个圆，它就有凹有凸了，它就不是圆了。你从半径上来变化，同半径之下或者短半径到长半径的过渡，它仍然是圆。听不懂？所以在我们来讲是要干什么？先建立半径，稳固圆心嘛，稳固圆心，然后建立半径。啊，这是形成一个圆的条件。啊，好，来再试试看。我们的头是圆心，这个是半径。头到这边嘛，就是你的中央线嘛，你的中央线是圆心嘛。的那个掌就是半径。就是半径是什么哈？半径是哪里？不管是太极拳还是八卦拳，上臂是半径。上臂是半径，小臂是变化，小臂是我的动作招式的变化，所以我的变化在这个地方，我这边不动，因为我的半径不能掉，可是半径可以什么？半径可以从你们现在练的是把半径尽量把它变长，所以你变成一个最大的圆嘛。可是我这样，我到练到这样子的时候，它一样是半径。听不懂？你只要那个筋的力在，作为圆周的支撑，因为我的手臂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小臂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它一样可以做圆啊，它一样能做圆嘛，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它一样是半径，我的半径到这个地方行吗？可以。所以你的半径可以从最长慢慢练，所以为什么说从大圈到小圈？大圈到小圈不是你去把圈做小，是你的半径变短。你的半径从长的，一开始为什么要练大圈？因为大圈我的半径伸出去，这个时候建立这个半径是比较容易做的，是比较明显的。啊，小圈你的手到这个地方去，你要建立起这个半径比较难，啊，所以练的程序是为什么是从大到小，就是以建立半径来讲，是从长到远，然后我们的半径长出去的时候，这个手臂的重力就越重。它给我们的离心力带出来的离心力就越大，听不懂？所以我的手越松，我的手走出去的，让它走出去越远，我的脊柱不要动，我的中心不要动的时候，这个手臂的重量，它的离心力帮助我从拉出来，从圆心到圆周这个距离就越长，然后越有弹性。听不懂？这就是要从大架开始练。等一下我们来练一下太极拳来练大架。啊，所以练大架的意义之一是在这个地方。啊，所以你们开始练八卦，或者你要走圈的时候，一开始也从远推远，放长沉下来，放长沉下来，利用这个，因为我们走八卦的时候啊，这个式子本身啊就不是一个平衡式，是吧？当我们摆出一个这个姿势的时候，它本身就不是平衡的了嘛。它不是平衡的，我要让它平衡，我就要让这个力出去，然后我的中心要强。我的中心尤其我们又在走动嘛，我的中心不会被它带跑，所以慢慢练出来什么？慢慢练出来我的中心的强度，慢慢练出来我跟圆心我这个半径的弹性，晓得吗？这个是手，这是手上面啊，所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他要走圈？
因为当你做出这个力量的时候，你必然走圈嘛。你如果带着这个力量，你要走步的时候，你看我如果是这样子，我形成这个力了以后，我一动步，它是不是就这样走了？也就是说，我形成这个拧转力的时候，我这一端不要动，我释放这个力量，释放这一端的力的时候，我这一端自然就走圈了嘛。听不懂？那你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，你没有走圈的道理，因为这样时候你没有拧转力，你没有走圈的动力，这种你要走，你就是这样走。听不懂？所以八卦为什么走圈？为什么走圈？因为他在练这个东西啊，他在练这个拧转啊。你拧转力一出来，跟陀螺一样嘛。你那个陀螺一打出来，那个力量自然让它转圈嘛。不是陀螺要转啊，是那个力量让它一定要那样转嘛。八卦也是一样。所以你先要有这个力量，你先要有这个拧转力，你才有资格走圈，或者说你有这个拧转力，你走圈你才能走对，否则你走圈你都是这样走，没有意义啊，没有意义。你为什么要这样走嘛？那你这样走跟你这样走有什么差别？没有差别啊，没有差别，你干嘛要这样走？你到底在练什么？听不懂？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你就了解到你必须具备什么条件，你才可以这样做。所以我才说根据这个标准，我才说这个人的八卦不对，那个人的八卦也不对，走圈这个不对，那个也不对。什么原因？一个基本原因，没有拧，没有拧，你干嘛走圈？听不懂？所以你们练明白这个，你才能知道，你才能知道这个道理。所以说八卦拳走为先嘛。为什么走为先呢？所有的拳都要走啊。人家在我们这个步道每天走几公里，一样走啊。那为什么八卦拳走为先？怎么走？为什么他的走这么特别，需要去特别的强调呢？是练八卦拳的首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走法不同嘛。听不懂？所以要先从这个事迹里面先体会出来，你在做的这个拧，你这个拧出来，你身上自然有一股这个力量了，有一股这个力了。只是我们先不让它走，你把这个力量把它续住。好，来，再试试看。